大家好，我是姚恩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o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 黑五 Black Friday 要来了，我相信大家已经在光棍节跟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已经扫了一波。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买国外才买得到的彩妆品，或者是你想要试试看在国外网站下单然后寄到台湾，黑五的折扣其实又很好。那在欧洲的话，你会看到它会叫 Black Friday， 或者是它有一个是星期一的叫做 Cyber Monday， 这是一个很好下单的时机，因为很多东西都会很便宜，然后加上网站他们自己也会有折扣。运费的话，平时他们可能要买更多才会免运，有折扣的时候要达到免运的门槛比较低，所以也是很好购买的时机。那我们这支影片是专门讲卖美妆的外国的网站，或者是有卖美妆的外国的百货公司的网站。那还有一些本来就是网络的零售商，他什么都卖，美妆有卖。那这些我只会在最后提到他们一下。反正我们今天专注的就是美妆这个部分。那如果你是要买服饰类的啊、包包的，那今天我们就不会讲。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讲外国的网站嘛，那通常他们会把网页翻译成英文，但是如果你还是看不懂英文，你觉得看中文比较舒服的话，如果你是有用 Google Chrome 的人，我只有用 Google Chrome 嘛，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我比较不清楚，但是 Google Chrome 的话，你在网页版，如果你现在是用电脑或是用手机的话，都可以直接网页翻译，所以也蛮方便的。那第一个我们介绍的是 Beauty Bay， 它是一个英国的网站，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界面已经开好了，它下面会选说 Beauty Bay ships to Taiwan， 这个就很直观了，就代表说这个网站现在可以寄到台湾。因为有些它可能是在右上角，然后它会叫你选说你现在你要运送到哪里，然后你想要用什么币别这样子，它这就很方便，它就会直接价格也会标示为台币。反黑的选项就是 continue shopping， 就是你可以继续购物，或者是如果你现在不是在台湾，你在其他国家，那你就可以更改。我们就 continue shopping。 这个网站我有买过一次，我觉得它的品牌比较小众一点，那你就可以直接来最左边这个横条的选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还有 Black Friday 啊，然后你这边点 brands， 你就可以看到还有什么品牌，像是它也有 ABH、Aesop、BH Cosmetics， 然后 Beauty Bay 他们自己也有牌子，它也有 Elf Cosmetics， 还有这个 Embryolisse， 法国很有名的一个乳液乳霜的牌子。其实很多牌子我不认识啦，我就是念几个我知道的牌子，还有这个 Inglot Cosmetics， 这个波兰来的，如果你想要买 Jeffree Star 这边也有。还有一个英国的牌子叫做 Makeup Revolution， 它这个牌子一开始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它是仿 Urban Decay， 就是他们那个 Naked Palette 仿的颜色一样，仿了好几盘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开始出自己的东西。还有 Melt Cosmetics， 它有一个眼影盘我也是蛮好奇的，然后你可以滑到最底下看它的 Deliveries 还有 Return， 我觉得它这个网站跑比较慢一点，毕竟它是英国的。那你可以看到它最基本的可以追踪的包裹运费是520块台币。那这个网站我目前看下来，它并没有买超出多少然后可以免运到台湾。那跟一般一样，运送时间是4到8天，然后工作天也是1到5。那我们来试买看看，像刚刚那个 Elf Cosmetics， 我们来选脸的，还有一个这个 Poreless Puppy Primer， 这个我很有兴趣，因为我发现开始慢慢的变得比较有点明显，所以我就蛮想要试试看他们这个隐形毛孔的妆前。那我们就 add to bag， 还有刚刚这一个叫做 Embryolisse 的这个妆前，第一个这个是它最有名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乳液乳霜的感觉，然后
很多人都会把它拿来当妆前。这个是75ml 的，那我就来买它。那再来，我想要去看 ABH， 它有一盘眼影已经红了一阵子，这一个右边的 Rose Metals Palette， 你看它现在是1285，我记得我在 Sephora 台湾的网站上面看要2000，我觉得 Sephora 台湾的上面卖的颇贵的，所以我今天才想说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替代的网站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可以稍微便宜一点。那我们就 add to bag 看一下，现在可以看到我买了3样东西。它最上面有写说，就是如果你买超过55磅的话，可以用 extra 10这个活动码，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有，我们来试试看。extra 10，你看它这边就写说它不能用。好，我们来试试看它的运送方式，可以选 track。这边你就可以选说你要用信用卡还是用 PayPal。在台湾应该比较少人用 PayPal 吧，我觉得台湾的 PayPal 很难用。那如果我用信用卡的话，它就会转到下一页，就是你要输入你自己的收件资讯这样子。那我现在就没有要买，所以就是给你们看一下，碎碎念一下，就是 PayPal 其实在欧洲也蛮好用的，虽然它是美国的。它不像台湾一样限制很多的意思就是你只能用玉山银行来连 PayPal， 你可以在网络上开一个账号没有问题，然后你用 PayPal 收钱啊给钱到另外一个 PayPal 国外的也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变成如果你想要把钱领出来啊，你就只能用玉山银行。那在欧洲的话，就是 PayPal 其实没有限制你只能用哪一个银行，如果他能接受你这个银行，他找得到你这个账户，有办法连得到，你可以用你惯用的银行，就是你 PayPal 里面钱不够的话，那他就会直接从你银行里面扣款寄到你需要给的账户这样子。或者是你现在 PayPal 里面钱很多，你想要把它存进银行，你也可以把你 PayPal 里面的钱直接存到你的银行，也都没有问题。所以在欧洲 PayPal 其实是蛮流通的一个付款方式。我觉得我今天讲的好像都是英国的网站因为英国网站好像很早之前它就可以运送到很多地方，而且它上面的东西也很多。我自己收藏的清单里面好像都是英国的牌子。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叫做 Cold Beauty， 这也是一个英国的，但是这个网页一点进来的话，你不会看到任何的提醒说你是不是要寄到台湾。那你可以点最左上角这个3条线，滑到最底下，就会看到你现在是用英镑，那你可以来更改。对，他现在就直接跟你讲说我现在是运到台湾，那我的语言呢就只能英文，那他没有办法选成台币，因为毕竟台币不是一个很大的币值，但没有关系，反正你用信用卡的话大概一些汇差，然后可能加个5%这样子。那这个网站呢，如果你买超过40磅的话，它可以免运，但是它有一些牌子不会寄到台湾。它的网站有一个列表，告诉你说有哪些不能寄到台湾，像第一个就是 Aveda， 那你点进来 Aveda， 它就会告诉你说 Aveda 它只能寄到英国跟欧洲地区，所以你就不能买。那这个网站它有卖 CBD 的美妆，那这个也不能寄到台湾。这个牌子我觉得它比刚刚第一个 Beauty Bay 的大一点，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品牌很多，我现在只是随便滑一下。你看它这边也可以买到那个红底鞋的彩妆，还有这个 Dermalogic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还有这一个德国的保养品品牌，但这个网站其实我没有买过，我就只是一直有收他们的电子报，然后我在 Instagram 上面有追踪他们，而且它这个很好，你在品牌这边还会跟你说哪一些是有预算考量的牌子，就是比较便宜的，
现在看到它是有打7折。我记得我在台湾的 Sephora 上面好像没有看到 Huda Beauty 的蜜粉，然后我现在来看看这个网站上面，你看它有这个 Easy Bake Loose Powder， 我好想要试用看看那个。你看它还有这些不同的色号，这个 Cherry Blossom Cake， 这个好像很多彩妆师会把它拿来定颜下提亮，我觉得好想要试试看。而且31磅，现在台币对英镑好像不到40嘞，所以等于说它大概是1000块台币而已。而且你可能再买一个这样子，然后40磅你就可以免运，其实蛮划算的哦。你看我现在就是在我的购物袋里面，然后我刚刚不是31磅吗？它这边有告诉你说刚刚有打7折，直接帮你把折扣码输进去了，你还不用自己在那边看说哦，说不定这个没有，所以变成21磅。那这样等于是可能台币800块，哇，好便宜！我会等一下录完这支影片，我就会开始来下单。再来第3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也是英国的网站，它叫做 Look Fantastic。它一开始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只能用英国的网站，然后是从英国寄到台湾，然后我之后在欧洲的时候也有用了几次，后来在欧洲有仓库，所以购买的时候也是很方便。它现在也是进到台湾来，但是它的仓库好像是在新加坡，所以其实也算是国际包裹啦。我刚刚是用那个 lookfantastic.com， 所以我点开来，它就会问我说，你现在是在英国的网站，那你想不想使用台湾的网站？好，我现在去了台湾的网站，它这边就会直接显示中文。它这个上面写了购物满3500可以免运费，它其实是你可以看到你要配送国家，台湾是2200免运费，低于2200需要付290的运费。那如果你是想要用可追踪包裹的话，它是3500免运费，如果未满3500要付550。但其实我不懂，标准快递无法追踪包裹，应该都是可以追踪包裹的吧？毕竟都是国际包裹。我刚刚就已经先看过它有什么牌子，然后我发现它没有莱雅旗下的牌子诶，看一下，我记得它之前有兰蔻啊，现在也没有兰蔻。然后最基本就是连它自己的莱雅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莱雅的东西啊，好吧。对，说到 Look Fantastic， 我不知道在台湾的网站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还没有买过。我之前就买了好几次，然后我在黑五的时候也想要买，但是很鸟欸，你可能会先选好你想要买什么东西，然后放进购物袋，然后你可能会想要等黑五那一天，然后通常它也有一个 pre-sale， 就是它在黑五之前也会给你一些特价。虽然我已经买过几次了，但我其实还是不太清楚它在黑五之前的特价是不是跟黑五当天一样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还是先等等看黑五。结果到了当天，就可能我购物袋里面的东西，它就会跟我说缺货，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到黑五的当下你就缺货？我觉得他是故意锁起来的，或者是他可能限量。因为他可能折扣太好，他不想亏损太多吧，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那边猜测。但我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就是在黑五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买我全部想买的东西，然后就会变成那这样子我还要买吗？因为我就会觉得，那不如我去另外一个网站买到我全部可以买的东西。对，我就会觉得这样观感不是很好，然后就会造成我黑五不太想要下单的迟疑这样子。那你在上面也是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台湾专柜的牌子，在他们网站上卖比较便宜，然后也有很多很有名的牌子，或者是一些蛮小众的牌子，里面也有像是 Radical 啊、Ren， 还有一个 Mura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它上面牌子真的很多。我觉得逛这些网站，你自己要
已经有一个清单，就是你想要买哪一些牌子，或者是你想要买哪一些产品，才不会就是一点进去然后觉得很眼花缭乱这样子。来给你们看一下，原本还有一个跟 Look Fantastic 很相似的网站叫做 Feel Unique， 但是我一进去它的网站居然告诉我说 Feel Unique is now Sephora UK， 就会变成你其实是在 Sephora 上面买东西，那这个我就不会介绍这样子。那第4个我想要介绍的是 Selfridges， 是这样念吗？那这一个它其实是一个英国的百货公司，所以它其实卖的不只是美妆品而已，它也有卖服饰、包包，就是百货公司有卖什么他们就有卖什么这样子。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你往最底下，然后可以看到寄送到台湾，其实25磅这样算下来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只专供让你买美妆东西，你可能买比较大件的东西啊，服饰类啊，寝具啊，包包啊等等之类，就是你可能要买很多，或者是你买比较单价高一点的东西，你这样买下来这个25磅运费才比较合理。如果你只是要买美妆品的话，25磅其实有点高。好，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网页呢，它告诉你要怎么免运，那我们这边是国际嘛，所以代表说你要付1545的年费，你每一次买东西你必须要买超过40磅才能免运，那等于是说你可能要买超过2次你才能回本，因为毕竟它一次的运费就已经快1000块了嘛。我只是把资讯放在这里，看你们口袋有多深，还是你是有预算考量的人，那你可以想一下，你觉得这个值不值得这样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有什么品牌，就是有一些高档的Byredo， 还有素裤，我之前就有听说在他们家买素裤比较便宜，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很想要买娇兰嘛我到现在还是没有买，不过你可以看到娇兰这一个你要先点进去看，因为这个1000多块也是小瓶的。娇兰的这一款平衡油呢，你可以选 size， 我们选个最大的50ml 好了，它是3400，卖的还是有比台湾便宜。然后双岛精华的话，我们来选50的，是4900，我记得台湾专柜原价的话，现在已经涨到8000多块了嘛，所以4900再加上那个运费1000块好了，5900，其实蛮划算的诶蛮便宜的然后它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你可以买的东西，不局限于就是美妆，他们也是品牌很多啦，所以也是很好逛，看你们有没有就是可能不知道过年的礼物一次买齐之类的那最后呢，第5个我想要介绍一个德国的网站，它叫做 Douglas， 这个网站是德文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网站买的东西不能寄到台湾，所以如果你是在台湾，你没有计划去欧洲，你不会去欧洲玩，你不是在欧洲生活的人，那你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的介绍。它除了不能寄送台湾之外，你也不能在台湾下单，用你的信用卡，然后寄到你欧洲的朋友家，请人家带回来。你下单的时候，但你没有办法付款。但是如果你是在欧洲的人，你可以用欧洲卡结账，因为这个零售商它除了在德国之外，它在其他的国家也可以找得到，也有店，然后也有不同区域的官网。现在我可以来示范一下，你在 Google Chrome 这边最右下角有3个点点，然后你往下滑，你可以 translate。像我现在就是从德文转到英文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品牌啊，也有香水啊。这一个零售商他们自己也有出保养品跟彩妆品，毕竟在欧洲买美妆其实还是比在台湾便宜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价钱换算成台币都还是比台湾便宜。但我觉得它这个零售商很妙，我示范给你看，它同一个品项，但是不同色号，它会是不同的价钱。我随便拿一个牌子来示范好了，像是香奈儿，我拿这个纯露的产品来示范一下。好，它现在是这个色号62，然后它的价钱会是37.99，但是我选了其他的70号，
它的价钱是 42.09， 然后色号73，它的价钱是 39.82， 就很妙，你只是一个不同的色号，然后就有不同的价钱。我现在只是示范这个产品而已，但是其他的产品也都是不同色号有不同的价位，我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然后如果你是在欧洲的人，就是你可以参考，它在网站上面当然会比它实体店还要便宜。你去他们的店里面，然后看到他们的彩妆品，通常都会是原价，你会看不出来哪一个产品在特价。但是呢，如果你在店里面，然后你直接查你喜欢的东西，你可以看它网站上面的价钱是多少。你去结账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店员讲说，诶，这个产品在你们网站上面是这个价钱，然后店员就会帮你算网络上面那个价钱。但是如果是网站他们自己，像是他这边会写说会打8折啊，那实体店面就不会打这个折。或者是你可以去问问看，但是我自己是没试过。当然，这个零售商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会有更好的特价。我有他们的 App， 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下载 App 的人，因为我觉得很烦。就是有些时候他们的 App 的特价会跟他们网站上的特价比较不一样。我觉得他为了推广大家用他们的 App， 所以有些时候特价会好一点，或者是会送更多的东西。而且它这个零售商其实我觉得蛮大的，像我就也不太会去 Sephora， 因为他们现在也进了很多美国的牌子，像是 It Cosmetics， 然后 Pat McGrath 现在也有，当然还有 Charlotte Tilbury。可能我现在在 Sephora 想要的东西，我在他们家就买到了，而且毕竟 Sephora 的折扣其实没有那么好。当然还是有一些美国彩妆师的牌子是买不到的，但我觉得因为它牌子真的很多，品相啊库存都很齐，所以我是蛮习惯去他们家买的。那这个就是给你是人在欧洲，或是你有要去欧洲玩，那你可以参考一下。那我还有几个清单，可是这些只有在欧洲买得到，是没有寄到台湾的。像是有一个意大利的百货公司叫做 Coin， 它有寄到其他欧洲国家，还有德国很有名的 Zalando。那我跟美国的比较不熟，我只知道 Macy's 这个是有寄到台湾的，其他都不熟。毕竟我没有在那边生活过。其实我介绍了这么几家，但是我会建议你说，你其实选好一家，买好你全部的东西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一直在比价，然后一直在看，诶，这家的折扣，这家的折扣怎么样？我觉得其实非常浪费时间，因为我相信其实你在等特价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清单，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假如说你现在想要买这个唇膏，但是它在 A 的网站比较便宜， B 的网站比较贵，但是你可能还有其他东西在 A 的网站比较贵， B 的网站比较便宜。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很斤斤计较的人，你可以分开来下单，没有关系。但其实你这样比价下来，你全部的东西在 A 网站跟 B 网站买是没有差多少，就是看你个人的习惯。像现在有些网站可以累积点数啊，然后其实就可以换钱的意思，或者是有些网站他们送的赠品你比较喜欢，那你就可以都到那个网站去买。其实就选一家可以买到你全部想要的产品就可以了。最后呢，我想要跟你们讲，第一步呢，我个人会先去看它的运费是多少。像我刚刚都会讲说，哦，他们的运费啊，有没有免运之类的，因为我会想知道说我买超过多少可以免运。像我刚刚有列出来，有一些网站是不能免运的。那如果我不能接受它运费的价位，我大概就会先放弃，然后先去看别的网站。那第二步的话，再去看他们有什么牌子。你上这些网站，大部分的时候，你可能是已经有知道你想要买什么，而不是上去随便看看说，啊，今天想买这个。可能是我现在就是趁黑五的时候想要一次买齐，那我就会去看他们网站有没有全部我想要的牌子，或是我想要的产品，所以我就不用花时间一直在不同的网站看，一直在那边比。那如果没有全部我想要的牌子，我可能也会先放弃。那最后呢，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选好你要的产品，放进购物袋，然后下单结账，等收货。在外国网站买，你还是会稍微等一下，
所以就是要有耐心。他虽然说你可能等1个礼拜，现在其实你等超过1个礼拜是正常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继续用的话，可以送人、捐给弱势团体、上网拍卖或是义卖。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个礼拜见，ciao。